那今天呢，我们就代表台北慈济骨科，今天过来都是年轻的，我们来听听他们是什么因缘到我们北慈，那对我们台北慈济骨科有什么期许？骨银行就是我们慈济的特色哦，当然很多医院有这种组织库银行，那也算是一种遗址。我们说有人捐他的组织，他愿意把骨头捐出来，我们就会把他一些可以用的取下来在冰在负75度 C 的一个环境下所以这个就不用配对了，也不用说要抽血，只要是确定没有感染，那就可以用，我们就可以存个1-2年的时间。台北慈济医院在2014年就成立了关节中心这个就是延续了大连慈济关节中心的精神，就是做了对关节，除了关节镜以外就是关节镜就是我们会把一些症兆把它清除那我们也针对膝关节的一些不同退化的程度做不同的治疗，像比较年轻的但是退化没那么严重，我们可能会把它及时的矫正。那现在我们可以用比较结合现在的科技 3D 列印，可以做出很准确的矫正。我们的骨科医师很谦虚那个我是从旁边看我是很感动。刚刚讲到这个大德往生之后捐出心脏，捐出这个肾脏很伟大。那有很多的大德，他甚至骨头都全捐了。那我们这个要取器官的团队取完了之后，最后才是我们骨科团队上去取骨头。我常常有遇到这样，他们就整个团队一直整个晚上要把骨头取下来，要很小心，然后那么多骨头，整个晚上团队完成这个工作。然后看到的照片就是大家非常虔诚的跟大体鞠躬，然后摆在骨库，未来需要的人就可以做移植的工作。的确，医疗最重要的啦，那就是品德。医疗医师有本性要好，而且呢，这医术啦很实在，他的品德也一定呢要展现出来。看到我们的年轻的医师们，我真的很赞叹，也很感恩那当然在慈济的医疗，我们总是呢，当然要求精细的功夫是最重要。医生跟病人病人的病苦，那真的是苦不堪言那医生呢，一定要用心去体会真正病苦、真正病的人，他实在是很难理人所以说苦不堪言这就是真正的是那样的病痛。那这都是连我要给他辅导都很难真正他都是真艰苦，咱嘛该相信他就是真的是很苦都无法度这要安怎？这要安怎？问医生这要安怎？真正是很无奈啦不过嘛是爱给他有一个病的迄个通道若无有病无病拢给他截掉咧，还给他有一个病的通道。可能这医生除了家己本身的专科以外啦甲迄个辅导辅导员爱有一点辅导的迄个心理作用，应该也需要有这都是病人的苦医生呢也很无奈，这难免都会有。病人真正真苦要讲嘛讲不出到底伊的苦伫倒位医生就真正无法度去了解伊的苦
我拢定定讲吼，先生缘，主人福啦。吼啊，医生吼，若安尼甲病人较有接触吼，啊，病人有啥物咱多几句话吼，啊，伊就感觉哦，我甲即个医生真有缘，这帮助吼足大诶。啊，对家己吼，应该嘛是会感觉很有成就感。所以讲吼，关心，关心。有当时，逐个人嘛知影师傅毋是医生啊，毋过因咯就讲，啊来互师傅甲阮摸摸一下啦。啊，我甲伊摸摸诶，哪有啥物路用？啊，毋过呢，啊因就是安尼，啊甲伊抚慰抚慰。这叫做名副其实的抚慰，轻轻啊，甲摸摸呢，啊，小可甲了解一下，这吼嘛是一个功夫啦。啊，咱是用真诚，我拢定定讲，要用真诚的心，迄个爱吼，用真诚之爱来帮助伊，这可能嘛是需要啦。实际在台湾，我们都是从慈善开始。那医疗呢，是因为平常在慈善进行中，会看到了那样的老来没有人照顾，啊，真的是很苦。所以呢，就会慢慢形成了慈善而医疗。所以呢，医疗是跟慈善是平行的。我也很感恩，感恩我们这几个医院啊，有4大4小这几个医院，不管在多偏僻或是在山上，我们都是很尽心力在照顾的这些病苦老人家。除了有病看病啦，最重要的，他比那家庭有困难，我们呢也会这救济也一起呢，安尼平行行。这是我很感恩各个医院的院长、医师、护理，都是有共同这一份的善念，不是干那讲顾病院，就是干那顾病人了定，不是。他们呢，总是跟慈善平行啦。除了慈善以外呢，他们也都在平行的教育的。那更重要啦，总是呢这样的4大平行行，我是很感恩啦。总共一句呢，对医疗是病病的总源头，我们总是要照顾。所以感恩每一位医师，都是有尽到这一份的责任，因为大家都是一份情，他们都是有共同这份善良的心，大家有志一同啦。所以呢，一定也拢照顾甲真好，各科这医生尊重护理呢，也真心的爱照顾病人。我想这也是因为大家共同一个志愿，所以很感恩，感恩医疗系统给予慈济啦这份慈善与爱，安尼平衡起来，这就是助济
的人文，看到真多医生甲护士，都会自我介绍，都会说我是从慈济医学院毕业，我是从慈济护理学院毕业。每一位听到了，我总是呢，感觉很安慰啦。现在大家很多的都是回归在事业体的医疗来服务，所以会感觉呢，这种有志一同、共同一个心愿，这些为病苦、贫困用爱服务，这是我最感恩与感动。